建在山洞里面的房子，你们见过吗？在贵州绥阳的深山里，有一个巨大的天然洞穴，而洞中最惊人的并非钟乳石，而是这座完全修建在洞内的房子。当地的老人说，很久以前曾有龙影在此出没，潜于深渊，栖于幽洞。那么今天就跟我一起解开这个洞穴的神秘面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立星河图，我是三立。相信无人机的镜头已经让你们和我一样震惊了。都说依山傍水，但是这栋房子呢，却是依在了山洞里。为什么会建在这里呢？里面又有谁居住过呢？还有人说，在这个山洞里居然有看见过龙影。这不仅让我更加引起了我的好奇心。今天我就要进入洞穴，去寻找一切可能存在的线索，看看这洞里呢到底藏着什么惊人的秘密。Let's go！ 我们现在沿着这一条小路进去，就能到达那个洞了。可以看到这条路上面是凹凸不平的石头，还布满了很多的苔藓。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应该是常年处于阴冷潮湿。走在这里，我居然听到了有水声，那个水流下来哗哗作响。快看，那个房子就立在那里，它是镶在这个洞里面。你们快看，这个大大的洞口像不像一个大山张着一张大嘴巴？然后这个房子呢，就像含在口里的龙珠。这里地还是有点滑的哈，因为现在正在下着毛毛的细雨，所以这个道路上面的石头非常的滑，所以行走的话还是得小心谨慎一点。你们看，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，看这岩壁上一层一层的石幔，是碳酸钙持续沉积的痕迹，就类似树木年轮。每层呢对应一次沉积周期，看这形态也有数百年了吧。你们快看，那个房子上面好像还挂有衣物，是不是现在还有人在里面居住了？
可以看到这个房子有5扇窗户，然后6根石柱，里面中间的话也有一个承重柱，直接像现在房这个崖壁里面一样。你们看，这旁边居然还设立有一个公共的厕所。看这里还围了一个蓄水池，应该是用来蓄积这上面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的。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岩壁已经有2条那个流水的那些很明显的痕迹了。看这里还有一根电线杆，说明这个洞里啊是通电的。这里也有一个蓄水池。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洞中了，淋不到雨，所以我们就把伞收起来吧。看这里还有个柴火灶。上面拾了很多的柴火，都是砍好的，放在这儿。哎，这里还供奉了土地公、土地婆。我听到了有那些水滴在这个棚子、这个屋檐棚子上的声音。这里面有点像一个厨房，可以看到这个地面也不是完全平整的，这边的话应该就是那个崖壁，所以这栋房子啊是依壁而建。这应该是个厨房，可以看到这里还放了很多的水桶。然后这里有2个烧柴火的柴火灶，这几个是收集蓄水池，里面有很多水，应该是饮用水。烧饭做菜的时候需要用到水，就从这里面装吧。看这还有2个床铺，虽然现在应该是无人睡的样子啊。哇，这里还有很多煤炭呀！哇，这里也有很多煤炭，也是有一个床铺。哇，这个房子里面你看，这上面应该还有很多那些蝙蝠屎。哇，这个房间里面更是可以看到地上爬满了那个，整个那些床铺位置也上布满那些蝙蝠屎。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房子呢，确实是之前有人在上面居住过的，有很多人为居住过的痕迹。这边呢，也是一个大平台，这里应该是2楼了，但是这个门锁现在是锁上的，
进不去。公元2004年棉花洞的约定树，可以。这里还有一个残存的那些，好像很多年的这个纸条，上面写着公元2004年棉花洞约定树立什么，其他的看不上怎么清楚了。但是我有看到个什么会手画身画线经约，这个应该是一个庙宇，里面应该是有供奉了观音。可以看到这上面的对联：神保一方得清，应该是个泰。云佑四境享平安，这应该就是一个庙宇。但是现在这里门锁了，进不去，我们就不进去看了。我们现在是要去看看这个洞里的环境。这里还有一个碑，上面也有写了字。这里呢叫莲花洞府，我看了上面残存的这些字样啊。这里也有一条小道，这3个路呢都是扫得干干净净的，应该是常年有人在这里打扫的。看这边呢，就是堆了一堆香灰，说明这里啊香火还是比较旺盛的。我听到的水流声呢，就是从这边传过来的。我们现在过去看看。哇，这上面还长满了这些红色的果子耶！有人认识的吗？这个果子能不能食用啊？你看这上面布满了，都是。味道我感觉有点像番茄的味道。快看，水流呢，就像从这个石壁里面流出来的。我们越走近呢，水流的声音越大。哎呦，好滑呀！
快看，这像不像一个龙潭？这里还钉了一根这个绳索，应该是有人在这里从这里下去过的。哇，你看这条路很窄哦，我鼓足心气过去一下。哇，你们快看这里面像不像一个龙潭？好深呀！水的话就是从上面一直往下流，流下来的。哎呀！哇，你们看这个对面，这个山洞，一眼望过去呢，就看到对面一座肃然直立的一座山脉。然后因为下雨的原因呢，上面又飘着一层云雾，看上去是不是别有一番印记 ？OK， 逛完这一圈下来呀，我们发现这个房子呢，确实是有人为居住的痕迹，但是村民们所说的神龙，我们确实是没有看到的哈。如果这个山洞里真的有神龙的话，那么这座庙宇会不会就是用来祭祀守护它的呢？在中国文化里啊，龙是行云布雨的化身，也是我们中国所说的神灵。据我打听到呀，这里农历6月19的话是这里的香火会，四面八方的百姓呢也会自发的聚集在这里，来焚香祈福，祈求家人平安。那么这座庙宇说它有神龙，虽然不是实体，但是也是信仰的化身，你们说对不对？我走了一圈下来，我感受得到呢。那我觉得这里是最朴实的民间信仰，也是最温柔的。它不需要金碧辉煌，大山为殿，巨石为堂，人心呢就是这里最好的香火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。关注3丽，我带你走遍更多的星河图。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